黑月，对，黑月来了。黑月卖这么好，我们居然浪掉了。对啊，竟然我在想说，它跟红月啊什么应该都老早以前就应该老早以前就拍过，结果竟然没有这被漏钩了。对，这个就是常常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啊，这个明星大家一定不会理所当然一定会有的事情，有他就搞定了。结果后来大家都以为有他就搞定，后来就都没搞定。对，哦，那这个就是大概是没有介绍到黑月遗珠之憾，赶快把它补起来。好，那黑月可不可以帮我们简单说明一下这一支有多么的厉害？学姐，它是 Tiziana 的月神传说系列。月神传说系列。然后最有名就是黑月嘛，还有红月。红月，他们是一对的吗？差不多时候出来的。然后这个系列全部都是将意大利的那些跟月亮有关的，就是有点类似历史的一些史诗的人物啊、故事啊，然后去做调香的概念。好。对。那黑月属于什么样的故事的组成呢？天文现象。天文现象。对，它是一个天文现象嘛。那这个调香的起源是说那个调香师 Polo 先生呢？他记忆中小时候，对，他跟他爷爷在小时候的时候看到他是说1978年呐，那时候的月亮那一天，然后就是有产生这个黑月的。黑月算月全食对不对？不是，它是就是没有照到，所以整个就是会暗的，所以也不算月全食，是月亮没有照出来，它只是还在，只是说它的那个月亮远离地球。这个现象我们就去 Google 就好了。但他就是讲到说这个现象，然后他那时候因为以前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月亮不见了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不祥的不祥的预兆，但是他那时候记忆就是但却是美好的，因为是跟爷爷小时候，然后爷爷会抱着他一起去就是在夜晚的底下度过这样子的一个黑夜的夜晚，对他来说是一个美好的回忆。他跟爷爷一起观看的天文现象，所以把它变成是美好的回忆。对，即便好像发生不祥的这个人家说不祥的预言嘛，对不对？那因为他其实是有提到说，就是月神传说系列，它是在讲一些古老的美好的传说。那因为它古老嘛，所以很多传说其实会被大家遗忘。但是他想要借由这个系列去唤醒大家对这些传说的一个回忆，美好的回忆。是，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系列产生。好，那我们赶快来闻一下。那你们闻过红月嘛？对吧？有啊。那黑月会不会跟红月有很大的落差，还是蛮相似的呢？都是以花香为主香调，但是不同的花香。不同的花香。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我是觉得很不一样了。很不一样。对，是。好，那我们赶快来试一下哦。好的。黑月，红月我有印象，黑月就真的比较陌生一点。哪一支？不是，放到手上是吗？那个很好闻哎。它是一个很舒服的味道。痱子粉的味道，它很舒服，对，是我一直觉得它是很舒服，就是很适合晚上睡觉前放松心情的香气。但是我之前给客人试香的时候，有的客人会突然跟我讲，它很像一个东西。什么东西？明星花露水啊，因为明星花露水的清香其实也是这种。就是很舒服的、清新的花香，会带出那种就是让人感觉安心舒服的一个味道。是，那我觉得闻了这一支很像开着车到这个露营的地方，那正好是晚上嘛，对不对？晚上，然后已经有营灯了，有点这个，不管是加油的这种
吊的那个灯，对，吊灯，嘿，已经全部把它点燃点亮了。然后那你就在露营车，然后把这个露营桌还有露营的椅子展开来，打开来，对，那在这个山上泡着一杯咖啡，坐在那里赏对星星吗？对，赏星星，或者是欣赏这个片刻的安静，有虫鸣鸟叫，对不对？晚上蟋蟀在叫，然后看着这个月光，这个飘来的花香，有给人家有这种环境的感觉，那学姐你现在目前前调闻到的，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杏仁味道很明显，杏仁的味道，可是我平常喷的时候，我不觉得它的杏仁味有这么明显。是它今天在手上呈现出来是很干净的杏仁香，还有一点点鸢尾花的氛围。那林心娣嘞，这一支目前我一开始的味道我闻到，我觉得就像说你在一个黑夜的夜晚，然后整个暗暗的包围着你的时候，你有闻到这种，就是一开始有一个干净的橙花的香味。因为我们这样一喷的时候啊，一开始闻到就是它很舒服的一个味道，但是去细闻它的时候，我以前没有闻到它这个味道，是有点像柑橘清新感觉的，然后带一点橙花，干净的那种香气花香的有出来，然后它还蛮明亮的，就是有一点觉得，虽然说它是在讲一个黑月，完全是连天空都是暗的情况下，对，但是我觉得他把这个就是因为是描述他跟爷爷之间的那种爱的氛围嘛，那我觉得他现在这样子的感觉有一点就是会让你觉得有一个被包覆感的味道，就是这样子的味道会让人家蛮安心舒服的。OK， 有种安全感，就对，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是爷爷会保护你这样子。对，它前面那个大溪地凡尼兰的甜没有到很甜腻，是很清爽的。我觉得它一开始前面这样的味道是一个很干净的香调，很像你看到一个很干净的夜空的那个氛围，就是很宁静的感觉。就是你没是因为有时候你会被云雾啊。然后遮住那个夜空，可是你现在看到的是一整片干净的夜空，然后布满了星星、星宿。对，对。好，那我觉得这一支厉害的说，即便你不看它的名字，你都知道这应该是晚上的香水，对不对？因为它带出去就是一个比较空旷的环境。那也比较属于晚上的氛围，对，那无论是静静的自己一个人欣赏，或者是跟你最喜欢的爷爷一起欣赏，它就是2个人的时间，对吧？静静的，可能聊些天，可能一句话都不说，但是整个氛围它把它塑造得非常的到位，就是会是你记忆中的一个香气。哇，今天。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的干净是哦，那你之前闻的嘞？我之前闻会觉得很像洗完澡身上铺了那个痱子粉，或是擦完乳液之后想象的。可是它今天前面的那个很干净的气息，整个跳出来，是，可能是因为天气又不一样了吧？对，有可能。对，事实上，我现在也跟客户说，就是每一支香水，你夏天闻到的跟你冬天闻到的，可能又不太一样的感觉。对，所以。也千万记得说，为什么我冬天闻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我夏天闻的这个味道，那怎么冬天变了？这个就是它的特色的地方。对啊，好的香水其实会这样。那当然也随着心境的改变，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对，然后再加上，譬如说你可能刚接触沙龙香，跟你过1-2年再去闻，又会不一样哦。对啊，对，就是你可能当初闻这一支的时候，你 get 不到它的。好的地方在哪里，或是你可能那时候你不喜欢这类的香调，像这一支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啊，我比较喜欢红月，
就是这两支的味道，红月会让我比较喜欢，就是广藿玫瑰那种比较重的味道嘛。但这一支现在我反而觉得它很好闻这支其实很好闻对，一开始我一直觉得它都很赞。对，就是我一直觉得喜欢这种香调人会喜欢。我要强调的是说，就是如果你可能1年前、2年前你不喜欢这一支，或者说你不喜欢的某一支，不一定是这支啊，你可能再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去把它拿出来，再去欣赏它，可能又会不一样哦。你可能会重新喜欢上这一支香水。每一支香水啊，真的要多给它机会。有的人会一拿到喷个1-2次，然后就喜欢不喜欢就很快的做决定。可是我觉得在不同的气温、不同的湿度，在不同的心境下，其实你喷每一支香水，你一定会闻到一个略略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其实每一支香水里面有非常多的香材在里面，他有告诉你的，他没有告诉你的，其实你在不同的时候你都会闻到，所以有时候要多给一支香水多几次的机会，去让它在你的身上展现它的特色出来。对，就很像女生常常这个男生在追你们的时候，不要1-2次就否定他你要给他一些机会嘛，可能你现在不是很喜欢他，但是他追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说啊，好像他才是最好的。就人跟人相处要多一点机会给别人。是，香水跟这个追你们的男生是一样的，好不好？多给他们一点机会哦。了解。对，欢迎，请进，可以，来。我觉得前调还蛮好闻的它今天的前调不知道为什么呈现的非常干净。是，好香。那问一下2位那这一支男生合适还是女生合适？我觉得蛮中性的，蛮中性，男女都适合。它是一个比较氛围感很重的一个香水，比较不是说那种要特殊场合去穿的，不用。对，那因为其实我们可能黑月会觉得说是晚上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道，因为它前面是干净的那种柠檬啊，或是说比较紫罗兰叶啊，比较清新的味道，就是其实我觉得白天也是可以的，是可以。好，那还不至于会让你想睡觉，不会 OK 的。前面一开始还蛮舒服，干净。那这一支你们会使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呢？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呢？场合。好，我会在晚上。刚刚在讲说白天也可以这样子，一大圈就它还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放松舒服的一个味道啦。就看你个人的需求。如果你白天你想要放松，也可以喷它。我个人觉得它是一支不会非常非常挑，但是它是偏比较柔和，然后让你有点放松的那种香气。是，对 ，OK。对，我觉得白天可以用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叫你喷，就是一个很干净的味道，我觉得就很适合你从事户外活动的时候。对啊。然后当然晚上睡前，我觉得这一支是绝对 OK 的。对，然后自己闻也很香的一个味道，或是你那个去看电影的时候，你可以喷在胸口这边，自己闻很香这样。不要喷旁边，看一看睡着。不要喷旁边啦，旁边手人动来动去，旁边人会觉得太香。那如果你就是有一些味道，你觉得就是想要自己闻，好闻的，戴着口罩的时候可以闻，就是喷胸口这边，就会很舒服。其实这一支一开始的时候，它的花香其实蛮强的。对啊，其实我觉得，但是到了随我们现在13分钟过去之后，13分钟，它的花香其实已经慢慢的把它回稳下来。对啊，它前面味道其实还蛮明显，因为柑橘把它中调的花香就整个就带出来啦，就是一开始是很亮的一个呈现。因为它用的花都是属于干净的，鸢尾花、紫罗兰、白百合，所以闻起来都很舒服，然后再配上那些柑橘香调的东西，就所有的花香变清新，对，跟干净，不会很白花的那种花哦，对，然后是比较带柑橘苦橙的那种清新舒服的花香。好，那我们前调先聊到这边，回头再跟大家讲一下黑月怎么变化。OK，好，好，拜拜，拜拜。
后调回来了。嗯，来，我的黑月有变，我的百合花现在出啊，真的假的？但我的可能跟你们感受不太一样，我的开始感受到黑月不祥感来袭啊，真假？真的。我怎么反而是很放松舒服的痱子粉？我突然觉得从本来祖孙情嘛，对不对？爷爷跟孙子嘛，对不对？对。结果后来黑月果然，乌云开始笼罩了整片天空。那我现在闻到的味道就有一点带着灰色的雾气这样子飘散过来。你是在露营的时候遇到要下雨的感觉吗？好像有一点。然后这个乌云罩顶的味道，有一点冷冷的、灰灰的，那带有一点金属感，你知道吗？所以我可以感受到那一种月亮被吞噬掉的那一种，整个星斗间的变换。你知道为什么吗？哎，你说。紫罗兰叶跟百合，还有时候那个鸢尾啊，就是他们在调和的时候会有一点类似一点点冷的金属感，对，但没有很明显。而且它这个金属又带着有一点，你知道火药，你闻过吗？可能在男生身上会是这种感觉，鸢尾根，所以你有一点粉粉的那个感觉，差一点火药感。对啊，差一点一触即发的乌俄战争就要开始了。可是，在我身上，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干净的痱子粉香真的啊，哎呦，那真的男生女生还真的不一样。在男生跟女生身上的氛围会不同。因为我这个鸢尾根其实味道蛮明显的，比较跳不出来，好，所以我才会说本来是祖孙情，一起看着星星满天星斗，突然乌云罩顶这样子，哇，事情发生了巨变。对，我的爷爷那也没提啊，爷爷抛下了我，被黑夜吞噬的感觉。被爷爷被大野狼抓走了这样。好，来，那林心迪目前后调你怎么呈现？我觉得他后面的那种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说有那种很清新的那个柑橘呀，然后苦橙的带一点绿的那个苦橙的香气，出来。那他走了之后呢，我觉得他后调把这个杏仁的味道就越来越明显。前面的那个他带一点那种就是比较利落的感觉，然后显香我觉得比前面要更明显呢，它的后调是，整个你说舒服干净，味道可能没有到鸢尾根那么利啦，就是但是它的确是会有一点点那种金属感，那种利落的那个感觉，但没有到那么的金属，这样不是太难理解。那你这属于半导体啦，就是不是金属。没有，我觉得它那个金属感，只要让所有的香调变得很干净的那种氛围，所以它不是真的很金属的感觉。对，就是好像我们看到那个冰箱那个亮面的，或是钢琴亮面的那个氛围，你会觉得很明亮，可是你不会觉得它太刺激。对 ，OK， 好，对，那但是我现在介于很妙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刚刚讲它有一点点带着火药烟硝味，然后又带着一点痱子粉的味道，它在这两者之间。我觉得它后调的鸢尾根，其实鸢尾根在它后调蛮明显的，这个味道是，但是就是说不出来，这个鸢尾根真的很奇妙，让你觉得有一点金属火药感，然后又让你有点像痱子粉，粉的味道。可是它那个鸢尾根的粉又跟别的调香师调出来的那个粉感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是它那个粉感不会让你觉得很粉，就是它很多东西有。但是都不会太过，你会觉得它平衡的刚刚好，果香、花香，然后鸢尾根的那种木树脂的粉，都刚刚好，然后都不会让你觉得太过，对，然后你就会呈现一个很圆融、很舒服的感觉，是，然后你又会不小心各自又闻到
各自的存在。OK， 好，那对我的这个黑月的故事来说，从祖孙情后来变惊悚片，目前是这样啦。但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嘛，所有的事情最后都是好事。那如果目前还不是好事，表示故事还没有什么，还没有结束。对，好，所以我现在那个爷爷抛弃我，留我自己现在在那个露营区嘛，对不对？那或许我再晚一点，爷爷就回来。他说：“哎呀，傻孩子，我只是去帮你煮个绿豆汤，要端回来给你吃，买个宵夜。”对对对，哦，就是大概很难讲。好，那目前就2位学姐，你会把它定掉，把黑月定掉在什么调嘞？前段是果香，但后面是木质花香。哦，前段是果香，后段是木质花香。对，但我觉得前段花香比较多哎。你现在讲的是黑月还是讲罗马之男？黑月啊，那我杏仁黑月哦，那不能算，那算杏仁算水果吗？杏仁算，还有它有杏仁跟柠檬啊。我在第一区叫做五谷杂粮区。好啊，我知道它是带西普香的木质花香。西普香的木质花香，就是带柑橘的木质花香。那我们应该以后开一区叫做坚果区。坚果区，因为它杏仁真的很明显啊。杏仁属于坚果。对啊。或者是什么果核仁，不是有这种香材嘛，对不对？还有时候闻到核桃的味道，对不对？是不是应该要开一个坚果区？好，坚果区可以哦。好，来，那所以一开始从这个你说的杏仁，然后变花，然后很舒服的树脂的粉，就是痱子粉的感觉。有点 powder 的味道。好，那0到10，学姐你给黑月几分？9.5分。哦，9.5分，蛮高的。9.5分的原因是？它实穿啊，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实穿的香水。是。然后又很舒服。所以我觉得调香师也调得很好。是。因为它让每一个每一个不同香调的东西摆在一起之后，平衡的很好，然后又各自存在。对。是。坚果的香气有，花香有。对。然后后面的树脂、鸢尾根都有，但是你会觉得它很舒服，然后包覆在那个香气里面，你也觉得很安心，然后很干净。OK，好，那学姐9.5分，林心丽呢？林心丽，你会把它定在什么样的香调？它前面的柠檬柑橘味还蛮明显的，柑橘、花香。麝香，哎呦，你们走的还然后后面也有麝香调，对，你们其实讲的香调不太一样，对不对？西普就是柑橘啦，其实西普花香就是柑橘香，蛮特别的，对啊，但西普后调会有广藿，这个没有广藿，但后面也是它后面是清新舒服的木质。好，那0到10分你给几分？真宅，9.8，哇。这么高啊！这么高，你很爱它。因为我如果是以前，我应该会给9分，就是还不是很了解它的那个美好，就是杏仁呐，因为它这边的杏仁不是那种喝的那种很比较刺激一点的，它是带一点奶香的，就是比较柔顺的那种杏仁香。然后我觉得它因为很多那种比较偏痱子粉的香气的味道的香水都会有杏仁这个在里面，会让人家觉得有一个很舒服的安心的那种味道，给你的感觉。那这一支我现在就是可以给它这样子的一个高分是在这边，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味道会让人家有一种前面很开心，然后后面又带一点疗愈感。是OK，好，那。所以你给9.8嘛，对。那这一支在边听你们说的过程当中，我的又有点转变了。我现在惊悚片走完之后，我现在居然慢慢的感觉到爷爷回来了，活着回来，爷爷回来了。不是，本来回来是很开心的，就讲的那个是活着回来。而且呢，爷爷呢，就是
因为它现在这个痱子粉的粉感越来越清晰，然后越来越温柔。对啊，所以就像爷爷回来给孙子一个拥抱的这种包覆感。有。我觉得有时候人就是这样，爷爷在旁边的时候，你不一定会很珍惜快乐嘛，对不对？有时候你会嫌弃老人家的，对不对？那可是当爷爷离开了一段时间，你开始紧张慌张了，那他如果又再回到你身边，你会觉得啊，有你真好。我觉得这一支的走法太过于戏剧，张力太强了。那后来最后这一刻就是被这个痱子粉环抱的感觉，很像这个长辈抱着我们，一个拥抱，非常的温暖厚实。对，我觉得这一支真的黑月，如果中调要我评分的话，我可能不会给它很高。可是这个后调，我觉得很不错。对啊，我觉得这个味道也是属于疗愈系的香水。是疗愈系的，包覆感的。那我0到10分，我会给它9.8分。对。那如果中段爷爷跑掉那一段，我只能给他8分而已了。对，爷爷跑掉到底是哪一段呢？对，他讲了，我觉得调香师有真的把天文现象调在这瓶香水，就是你一开始看着满天星斗的干净的星空，后来整个月亮不见了，一片黑暗之后，突然月亮又重新又拨云见日出来之后。他就是把这整个过程调在香水。对，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知道我们有认真在拍影片，你就会知道我讲的是真的。你不要以为我在旁边鬼扯在那边开玩笑，就是真的把整个真的是这样子在演天文现象这样走完一遍。对，你知道像我这一次去荷兰嘛，因为3月的气候我学到一件事情，就是它还3月这个季节还并不是太稳定。那而且又是北欧，又是比较偏冷的国家。那其实要到4、5月，它才会算是台湾的春天4月左右。好，等于是台湾的，因为比较温暖嘛，所以比较早进入春天。对，比较早进入春天。他们那边还是冷，对，还是冷。那当然你知道，对我们这种喜欢拍照，有没有阳光出现，那个照片颜色差非常多。那我整个行程，我就说我去羊角的时候说阴天。怎么那呢？这种心情就会很沉，你知道？那我们在最后一天去了这个阿姆斯特丹，我的心里想说，怎么又是阴天？结果车子开到了罗马市区的时候，还是阴天，不是，还开在这个阿姆斯特丹市区的时候，还是阴天哦。直到我们要准备上船游船的时候，突然拨云见日，太阳出来了，那整个人兴奋，你知道？阳光出来了。我觉得这一支黑月就有类似我在阿姆斯特丹的这种心情走法。结果我们在游河的时候，完全那个云全部散掉然后阳光直射所以我拍的那个所有的照片的建筑都是有日光有阳光，哇，那个感觉差太多了。真的，我觉得这支黑月确实表达到调香师想要告诉我们的，从一开始学姐说的祖孙情，坐在那边看着满天星斗，就突然乌云过来了，然后把月亮遮起来了，哇！你开始紧张了，我们到底现在是该回帐篷还是该干嘛？对，那但是后来没想到你心情荡下来之后，瞬间拨云见日，一切又明亮起来，月亮又出来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支真的给它非常的高分，好不好？那跟你介绍到这里，希望你有把这个听完，不要只有听到前面那一段爷爷跑掉了，你就放弃了，好不好？故事要听到最后，真的。我不是乱盖的，30秒见，拜拜。拜拜。